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国立东华大学法律学系阿维莫纳蔡志伟老师。我国宪法法庭指出，在宪法解释上，原住民族应该要包括寄存于台湾的所有台湾南岛语系民族，并且针对原住民族的意义以及保护的范围，在法律的认定上，应该要避免反于历史事实，避免与国际保护原住民族潮流有违，而施诸过度严格。透过这段文字的讯息，你们是不是会好奇，为什么原住民族的意义会跟历史有关联？而一个国家在界定原住民族的地位以及权利的时候，又为什么会受到国际潮流所影响呢？特别是在2008年2月，澳洲的总理代表国家向该国原住民族道歉。接着，加拿大总理也在同年的6月，代表国家向加拿大原住民族来道歉。以及天主教的教宗也代表了普世的教会，提出向全球原住民族道歉的一个声明。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当中，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宗教、殖民主义、现代国家对于原住民族的治理，是借由国际法律的生成、介入与深化，造成原住民族遭受国家种族主义式的同化与融合政策所压迫，也造成了原住民族法主体权利的剥夺。因此，我相信学习国际上原住民族法律与相关政策，确实有它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。在这个课程当中，将由我来带领同学们从历史法学的视野出发。首先，我们会爬梳原住民族如何在国际法的体系当中被定义以及被标志。再来，我们会从国际原住民族运动的发展，梳理当代国际原住民族法律的建构与实践。诚挚地邀请你们一同加入国际原住民族法律与政策的课程。透过本课程的学习，我们不仅要习得基本的国际法内容，更会扩充我们对于国际法律与原住民族两者互动关系的理解。我是阿维莫纳，我在东华摩克斯，邀请你们一起加入国际原住民族法律与政策的课程。